不辨真伪，勿论虚实。宁若繁星，望而不及。我叫苏成，我从不骗人。诸神降临，全球进入了一场荒诞的信仰游戏，每个人都必须选择一种命途，并信仰其中一个神明。所有人都被分配到一个密闭空间，而苏成被分配到了楼顶，并且四周都是看不见的空气墙，一切资源都只能通过祈愿试炼获得。只要你敢许愿，诸神就降下试炼场，并为你匹配队友。你想要的奖励越离谱，对应的试炼就越困难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苏成，诚实的诚。我有2个原则：一，从不骗人；二，从不相信任何人说的话，包括我自己。既然您从不骗人，为何不相信自己说的话呢？哦，抱歉，我没把自己当人。医生，我感觉我要生了，你究竟是不是医生？快呀，他要出来了。好，就来了，别急，我正在准备接生工具。医生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这位夫人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在准备接生工具啊，你看，准备好了。不，你在骗我，这不是接生工具。夫人，请您看仔细些，这就是接生工具啊！只需要用这把工具将您的肚子剖开，您的孩子就可以完好无损的降生在分娩椅上，从源头上避免了孩子顺产有大概率掉在地上的悲剧。最重要的是，此方案目前零差评哦，请你放心，我是全诊所资历最深的接生大夫，一定会保证您孩子的安全。孩子安全，快给我接生！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。你在做什么？你想杀死我的孩子？夫人，你这么说真是太让人伤心了。我这可是在救你和你的孩子啊！你看，孩子安全的降生了，快看，你的孩子多么健康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一看就是个眼睛大的好孩子。孩子是个男孩还是女孩？恭喜夫人，是个带把儿的男孩。什么？为什么是男孩？他明明应该是个女孩。是你，肯定是你的接生技术，你这个庸医。夫人，你应该知道，孩子的性别取决于父母，而不是医生。或许你应该去问问孩子的父亲。那个男人居然想要当孩子的母亲，我吃了他，只有我才能当母亲。我们诊所可以为夫人提供询问死灵的特殊服务，你仍有机会去问问他，为什么你的孩子会是一个男孩。但是这个服务可能有点贵，不过我觉得为了孩子，一切都值得。我的孩子必须有个说法，我要怎么做？快，医生，我要去问他。请您闭上眼，脖子再抬高一些。好，不要急，会很快。我刚才说了，这个服务有点贵，你妈妈还没付钱，但她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了，不如你替她付一下。钱货两讫，谢谢惠顾。单人试炼残羹淡玉挑战成功，玩家苏成，表现评分 S 级，获得食物放手指面包5个，获得食物罐装粘液饮料5瓶，灯神之路加0，觐见之梯加0，单人试炼不增加得分。当前灯神之路得分2104，全球排名488866，当前觐见之梯得分156，命途排名74，试炼结束，即将退出。嘿，哥们，今天收获如何？谢阳住在苏晨隔壁楼顶，人有点小神经，但不坏。诸神降临之前，正愁怎么找工作，所以他是个为数不多的降临派，认为诸神拯救了世界，最起码也是拯救了世界的就业率。一汽水，你要来1瓶吗？我操，我这辈子没服过谁，就服你，这东西你怎么喝下去？一入口就咬不断，咕嘟咕嘟自己就下去了。哥们儿不至于啊，我看你每次出来都挺轻松的，排行分不低吧？干嘛天天刷单人副本啊？这不是委屈自己吗？对了，咱当邻居这么久了，还不知道你追随的是哪位神明，说说呗，说不准下次匹配遇上了，还能提前打个配合。你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信仰的是秩序神明啊，文明火起，秩序长存，不像吗？苏晨并不会相信谢阳说的话，因为他能感觉到对方在撒谎，这并不是观察对方表情或动作猜出来的，
这是苏晨的特殊能力，是他信奉的那位神明赐予他的信仰天赋。只要有人说谎，他就可以察觉出来。虽然并不确定对方说的是哪一句，可即使他知道对面说谎，苏成也没戳破。毕竟邻居这种东西，没必要把关系弄得太僵硬。我说你藏着掖着多没劲啊，说出来又没啥影响。难道你跟我还是竞争关系？你的进谏之梯多少分 ？ID 叫什么？我看看你排在哪。难道你也是知悉信徒？不，我是混乱的信徒。谢阳听了这话，整个人都傻了。在信仰游戏中，各自都有敌对命途以及敌对的神明，比如文明和混沌就是对立命途。虽然对立，但不至于刀锋相见。但如果是命途下的某位神明对立，那可是要出人命的。也就是说，谢阳的秩序之神和苏城的混乱之神是敌对神明，但双方到底有没有在说谎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你真没骗我？我从不骗人。谢阳皱着眉头猜了一晚上，而另一边的苏城则是睡得很香。特殊试炼战争血与火之歌已开启，正在为您匹配队友。信仰游戏不会任由玩家苟且偷生，它每7天就会为玩家们自动匹配一场特殊的神明试炼。这场试炼难度极高，如果玩家们没有成功通关，即便是侥幸活着7天之内将禁止祈愿。拜托，这次给我多匹配几个战士啊！混子有我一个就够了，拜托拜托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就不要浪费时间。我先来。神父、文明、战士、天体1647。宋亚文、生命、刺客、天梯1636。你这把剑我好像在别的秩序战士见过，你应该是秩序旗吧？秩序之神是游戏最受欢迎的战役，几乎没有之一。他们遵行秩序的意志，尊重规则，约束自我，在战争试炼里更是能成为T0的存在。夏晚、生命、猎人、天梯1519。南宫、沉沦、牧师、天梯1396。苏城、生命、牧师、天梯1501。曹3岁存在，法师，天梯1906。这个分数一出来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唯一笔者还是时间行者。时间，曹哥牛逼呀，这下稳了呀。但南宫心里此时非常不好受，因为目前有3位生命信徒与他对立，他现在只能祈祷这3位信仰的神明跟自己并非敌对。神明如果也对立，在试炼中敌对神明会降下额外敌对任务。苏成心里却暗自摇头，因为命途分歧而平白损失一个战力是最不理智的选择。双牧师体系非常适合战争试炼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南宫并不是我们的敌人。重新介绍一下，苏城，淡玉的牧师。卧槽，你一男的居然是求子观音！此时所有人都傻眼了。淡玉的牧师又称为子嗣牧，因为淡玉的牧师在祝福或者治疗同伴时，有概率会使同伴怀孕，但治疗的效果却比普通牧师更强。兄弟，求你别奶我宁愿接受一个敌对信仰的牧师，也不能容忍你奶大我的肚子。这要是被奶一口，我还怎么出去见人？夏晚站在一旁看到了南宫的纠结，也正是因为这份纠结，让他意识到南宫并不是淡玉之神的死敌。他突然如释重负。我是创生猎人，信仰淡玉之神的猎人。众人都惊讶，夏晚这么冰冷的一个人，居然选择追随了淡玉之神。但只有宋亚文脸色变得难看起来。他同样看出来南宫并不是淡玉之敌，可生命和沉沦的命途各自只有3个神明，那就意味着对方有50%的概率是自己的敌人。命途分歧不是我们造成的，也不需我们承受过大的压力。既然2个牧师不是对立的，那么分开负责治疗工作就好了。南宫负责我跟法师，至于生命的信徒们，你们自己解决。你们2个既然都是淡玉信徒，小兰也不会排斥。夏晚瞥了一眼这位长得还行的苏成，面色看不出尴尬，反倒是苏成的脸色变得很微妙。还有一个更微妙的是宋亚文，他本想拒绝，既然大家都同意了这个安排，自己再拒绝就有些不识趣了。他现在只想着自己尽量少受伤，接受一个送子南观音的治疗，他做不到。废话不多说了，本次试炼要求存活24个小时就算通关，准备时间不多了，大家尽快完成自己的预行仪式。所谓的预行是指玩家们向各自信仰的神明祈求祝福的仪式，比如淡玉的预行是拥抱繁衍，创造新生，说人话就是交配，想变强先交配。可试炼是随机匹配，大家都是陌生人，也不会有人主动克服尴尬和羞耻去帮忙交配。
于是就有许多形似而神合的操作，比如自毒。这个伟大的发明拯救了无数自闭的淡狱信徒。只要脑子里想的是他，那么这便不算亵渎，而是敬献。可是今天的情况又不一样了，现场有2位淡狱的信徒，还是一男一女。苏成虽然面带微笑，可脸色几乎僵硬。他是万万没想到，这个冰冰冷冷的猎人小姐居然是淡狱信徒。要是早知道这样，他不如把自己真实的信仰给说出来。身份暴露是小事，万一真发生关系，那岂不是成了骗那啥了吗？一起还是各自？还是分开吧，我比较喜欢男人。夏婉惊异的目光看了一眼苏成，然后转身离开了。好看吗？抱歉，职业习惯，兄弟，我喜欢女人，真的，咱俩不合适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宋亚文连滚带爬的逃了，一想到苏成这个送子男观音喜欢男人，他的脚步更快了。死亡之神的信徒，这可有意思了。苏成环顾四周，确认周围无人后，在他手中多出了一枚骰子。恍如昨日，失效今朝。昨日我欺骗了黛玉的信徒，所以今日我就是黛玉的信徒。恍如昨日，失效今朝。昨日我欺骗了黛玉的信徒，所以今日我就是黛玉的信徒。我找到了今日的秩序锚点，有间酒吧被埋葬在了废墟之下，我在里面找到了一条酒吧的规矩：今日只饮果酒，每人小饮一口，秩序的光辉便会护佑你们。秩序的运行是寻找秩序，只有遵循某种条律规则的人才能得到赐福。大家依次接过酒瓶，轻抿一口。然而苏成拿过来酒瓶之后，咕嘟咕干了大半瓶。陈冲眼皮一跳，突然觉得这个牧师有点不太靠谱。我盲定了时间，怀表会在准点前5分钟、3分钟和1分钟的时候报时。我只能决定实践战场何时开始，何时结束，不能决定你们在实践战场内的状态如何。我不想废话，但我不得不再提醒一下各位，实践的运行是精准和守时。当我布下实践战场后，我们必须在整点开启它，并将战局和争端结束于另一个整点。如果做不到，我们将陷于永恒的时间循环中，直到做到为止。但每一次循环都会消解我们对时间的概念，过度循环会让我们迷失在时间的长河中。至于结果，你们不会想知道。所以，如果可以一次性解决难题，就不要开启它。废墟东边仍有一些没有被彻底摧毁的建筑，安全起见，我们先去那里被动营地如何？我没意见。我在周围的废墟之下发现了博美德人的尸体，这里大概是希望之州。不错，我们法师频道曾有人研究过这段历史。我们的位置应该在密林郡附近。如果我们面临的真的是希望之州反击战，那我们此时将要面对的大概是骸骨大军的右翼。正当他们一行人在讨论对策之时，天空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墨色，铺天盖地的黑色翅膀扇动着，遮天蔽日，犹如风暴般逼近。恐魔是一种被生肉翼的地狱恶魔，专以恐惧为食。他们是巫舵的信徒，也是淡狱的死敌。这恐怖的数量，如果真的交上手，他们6个人怕是给大军塞牙缝都不够。曹哥，你们1900分的势力，难道都是这个数量吗？后撤，赶快！宋亚文一指相牵，整个人化为一阵青烟，瞬间消失于众人眼前。夏晚的速度也不遑多让，作为一个猎人，敏捷是他们的待遇。我至少需要57并42秒的时间来冲至实践战场，在这期间，我只能影响周围的时间领域。少说废话，现在就用，给我们加速！豪3岁其实并不想过早的消耗太多精神力，但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时间领域加速，开！他们一行人快速的向废墟逼近，希望可以躲过一劫。然而战局的变化远比预想的要快，还没等他们进入废墟，密密麻麻的大军已经朝着废墟的方向扑了进来。文明火起，秩序长存。空魔数量太多了，圣光长城只能支持5分钟，就算双牧师加持下，也最多延长到15分钟。快想办法，不然别说坚持24小时，15分钟后咱们都得交代在这。南宫在一旁给曹3岁恢复着精神力，他的治疗术很有效。曹3岁之前消耗的精神力
得到了些许恢复。自私母奶量最大，只要控制好身上的新生儿，我们应该可以都成一段世界。他没想到这次试炼的敌人来得如此之快，敌人的动作如此之凶猛。这里的人最高分就是他自己，但也不过才1900分，最低的甚至还有不到1400分的。自己何德何能，能引来这么大规模的恐魔军队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2100分的局。南宫脸色有些苍白，一发治疗术又落在了陈冲身上。反观另一位牧师，呆呆地坐在地上，四处张望，宛如一个混子。苏成也有点头疼，这种场面他不是没见过，但确实没跟这么低分的队友一起见过。以往在高分局，所有玩家的战力都很强劲，遇到危机时整出来的花活一个比一个多，这也是为什么天梯分数显得非常重要的原因。而且每个月分数排行还会进行一次结算，玩家将会获得不同的奖励，这些奖励包罗万象，从物资到装备，从天赋到技能，无所不有。我的会死吗？此时没有人回应他，就连陈冲也只是卯足了精神，维持着圣光长城，为大家多争取一点时间。然而这几分钟更像是他们生命中最后的苟活。宋亚文，你还活着吗？宋亚文没出声，不是因为他不想，而是不敢。他此时正潜伏在一处断墙之下，墙上挤满了恐魔，应该还没死。苏成知道他是死亡刺客，他专属技能是死亡送葬，在死亡领域内召唤一把巨大的死亡镰刀，对领域内的所有敌人进行一次必中的死亡打击，但条件非常苛刻，必须向死亡之神进献大量亡者的气息。可以说这个技能非常鸡肋，需要一直潜伏在阴影中，持续不断的制造杀戮，收集足够的死亡气息才能释放出来。还剩2分钟，再想不出办法，我们只能向外突围。巫师准备给我恢复精神力，法师准备加速，刺客准备归队，我会在正前方砸出一条通路。你有过载治疗吗？我需要让时间行者再放一次区域加速，超大范围的那种。你有办法吗？我不需要过载治疗，只需要奶满我的精神力。我有过载施法技能。可能不够，我需要更大的范围。南宫，能吗？现在就要吗？现在。此时南宫脱下了外套，在他身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口。每一个腐朽的信徒自身腐朽越快，其获得的神力就越多。搭配牧师职业，可以通过自残的方式来换取废物的生命。他是腐朽之神的信徒，也是沉沦的高潮，宇宙的终幕。众生音符，万物将朽。陶3岁一把扶住虚弱的南宫，郑重地对苏成说道：我可以过载施法，但之后的12个小时会成为一个废人。我们能撑到12个小时后吗？我不想死，也不会死。你们装逼的事能往后稍稍吗？巫师，你有什么法则就这么赶紧说。时间节点很重要，我需要你们仔细听。在圣光长城结束后，我需要1秒钟的时间施法，下晚能争取到吗？我可以吞下创生草籽，获取它的注释，在繁衍之力疯长的时候，我可以做到5箭同发，但也最多只能迟滞他们1秒。你他妈一个牧师，你施什么法？别急，宋亚文，我知道你应该能听到，听我说。盾破后的第一时间，我需要你回到我的身边，并准备死亡送葬。所有人都愣了一下，没想到宋亚文竟然是死亡编织者。南宫悬着的心也放下了，因为死亡和腐朽并不是敌对生命。宋亚文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，死亡气息的收集你不需要操心，你只需要在能收割的时候尽情收割就好了。你这一下关乎我们的生死，我不是在开玩笑。还有，我需要你在我施法之后的第一时间，对整个废墟内的所有恐魔释放加速领域。你他妈疯了吗？给敌人上加速，你是嫌我们死得不够快？你确定这可是自杀行为？我确定。作为计划中的一环，我们必须知道你准备如何带领我们活下去。我打算给他们一个孩子。所有人听到苏成这句话都愣住了。一个男性人类说要给一群无性的恐魔一个孩子，这句话无论放在哪里都是无比炸裂的存在。你打算治疗恐魔？没错，我会释放一发笼罩整个废墟的治疗术，所有恐魔都会受到我主的注视，拥抱繁衍。不可能，不可能有巫师的治疗范围能有这么大。在这强大的生存压力下，夏完此时心里开始认定苏成彻底的疯了。可惜这小哥心好人也帅，就是疯得太快。没有什么不可能，当你觉得不可能的时候，那是因为你的奶量还不够。你，圣光长城还有多久？还够你装10的笔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
是现在。让我给你们演示一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奶量。四方寰宇，父母神恩。月光如戏，我意如风。但玉在这一刻注视了他们，让所有的恐魔都沦为火影的奴隶。治疗光芒配合时间加速，恐魔的度急速膨胀。孩子们，该吃饭了。触手怪开始啃食母亲的血，随着时间加速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。此时，新生的触手怪们早已吃完了母亲，疯狂地向着6人涌动而来。灵魂安眠，生命终焉。我靠，牛逼呀！苏成这也太牛了，我仿佛看到了死亡真神与我同在。就这一下，我这辈子值了。我们战力受损严重，曹3岁、南宫和夏婉都失去了战力，需要赶紧治疗。我们先找个地方整顿一下。咱们不是还有苏成吗？我一个1500分的奶妈能干啥？你要是1500分，我把头给你当球踢。陈冲脸色一黑，他背起曹3岁，拉着南宫就走了，丝毫不带犹豫。陈冲觉得苏成确实有实力，但就是太爱装逼，让人不爽。更不爽的是，每次都让他装到了。他们一步步在这片血肉地狱中前进，最快粘液这一幕已经无法再继续描述了，每一秒都在挑战着他们敏感的胃神经。夏婉，你要忍住啊！你妈妈肯定很心疼你。我妈死了，她将自己敬献给了巫舵。啊，这比起我妈，你不如先关心关心我的女儿，她或许就要降世了。陈冲，准备，夏婉要生了。创生草子催化出来的生命可不会等待什么接产医生，在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在夏婉身上就炸出了一个半直半肉的藤蔓怪。陈冲，准备接球。此时夏婉虽然没问题了，反倒是南宫快坚持不住了，小腹的伤口依然带着腐朽的味道继续腐烂。这样下去，南宫会死。南宫的身体估计承受不住淡玉的治疗，要不你先来法师，然后让法师用时间戏法要住他的命。你都说我是法师了，我又不是牧师，也不是歌者，没有那么多辅助戏法啊喂。现在试炼才进行到一半，无论如何，队伍里的人都不希望在这里减员。此时，苏成从自己的小金库里取出了一个小红瓶，难道是 A 级药水王者的鄙夷？听说死亡之神认为有的人不配享受死亡，所以将这份鄙夷抽取出来，用来处罚犯了重罪的弃世者，让他们不能再接近死亡，无法聆听他的教诲。成哥，你居然有这东西，能不能给我一滴研究研究？这玩意少一滴都没有效果，要不你问问南宫同不同意？我没见过。南宫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有用吗？有用，而且还很贵。等缓过劲儿来，记得陪我。好的。此时的夏婉刚生完孩子，身上到处都是血。不过她是淡玉信徒，对繁衍的抵抗力很强，诚实没用药，而是补了一发治疗术。运气很好，没有怀上。苏成，你究竟多少分？我1500。当然，除了1500分，是1501。你当我傻了？之前那种范围的治疗链，至少是4级天赋才能搞出来的效果。还有你拿出的埃及药水，你绝不可能低于2000分。对，你们是想在这里继续猜分，还是跟我走？众人纷纷快步跟了上去。大佬不愿意说实话能怎么办？当然是权益他了。成哥，你到底多少分啊？成哥，你那笔小洪水还有没有？我用别的跟你换点行不行？成哥，你们刺客不应该都是沉默寡言的吗？我这叫反差，现在流行这个。他们一行人在无处可藏的平原上走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了一片浓密的树林。这是一片被木精灵遗弃的家园。木精灵是繁荣的信徒，是永恒中立的族群，他们崇尚自然，从不与其他种族混居。既然能被他们选择居所，那这里一定相对安全。这里安全，为什么还会被遗弃？我说了是相对安全。在海口大军对西望之州发动战争之后，
希望之州便不存在安全的地方。我一直听别人说海谷大军对希望州发动了战争，可战争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法师频道里的人猜测是信仰之战，也有人猜测是地底生物在抢夺什么东西。时间注视的是当下，我手里的信息很少，或许记忆的信徒通过回溯过往会知道的多一些。苏成本来听得有滋有味，但听到记忆的神明后，笑容明显凝固了一下。我看了时间，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，试炼还有18个小时才会结束，但是我至少还需10个小时才能恢复。陶3岁的意思很明显，现在大家都很虚弱，谁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遇到什么。血与火之歌的试炼，血已经见过了，还有火呢，而且自己这队人刚好在树林里，这要是一把火烧过来，火烧连营800里，应该不会这么巧吧？大家先在这里补充一下状态吧。此时，苏成从小金库里掏出了一瓶可乐，咕嘟咕嘟的灌了起来。成哥，随身空间寸土寸金，你就放这个。陈冲还放酒呢，我放几瓶可乐咋了？人如果失去了可乐，还有什么可乐的？陈冲没说话，但狂点的头，他深感认同。陈哥，可乐还有吗？管够。陈哥，你随身空间里不会全是可乐吧？宋亚文很开心，总归不是浪费他自己的随身空间。他快速挑了一瓶，还不忘将剩下的分给其他人。树林的目标还是太大，我们再休息3个小时，然后向更远处转移。我去外面值守。你们是什么都敢喝啊？看来毒打还是挨得少啊。你表现得很好，现在你已成为了我的神选之人，你有资格接受我的赐福。我不是在做梦吗？我成了神选之人，这就是时间真神吗？伟大的时间真神呢！我是您忠实的信徒，愿您的赐福如明灯般照亮我前行的道路。曹哥，你没事吧？你快醒醒啊！曹，你们都恢复了，我能感受到周围时间的流逝，明明才过去2个小时才对，为什么我们恢复的这么快？难道可乐有问题？苏成和陈冲呢？他们在外面。曹3岁眉头一紧，如果在他们睡着的时候，苏成有坏心思，现在他们已经死了。还好他没动手，或者说还好他并不是对立信仰的人。更幸运的是，这2个小时的时间里，并没有敌人到来。你这么疯了，让5个人同时入眠，哪怕你有恢复大家的药剂，也应该一个一个来。啊，你可别瞎说，我也是刚醒，是6个人一起睡的。苏成，你这是在拿所有人的生命开玩笑，但凡中间发生意外，我们可能就全军覆没了。确实，风险太大了，不可取。你知道你还敢赌？可我赌赢了，我们恢复到了战力巅峰，不是吗？你就说收益大不大吧。下次还有这种情况，麻烦先告诉我一声，我不想还没觐见过时间就被你吓死。你们不会同意的，或者说大家不会愿意赌，但事实上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让所有人轮流恢复，能争取1秒是1秒。没有吓死了苏成，我特么讨厌不确定性，你根本不像是淡玉的信徒，更像是个命运的信徒。要试试吗？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体验下当妈的感觉。你对我们喝的是什么？我称之为安眠疗愈，这可是结合了记忆神力和繁荣神力的顶级疗伤药。我一共也就存了6瓶，可全都被你们喝了。等试炼结束，我会用等价的药剂赔给你。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既然大家都醒了，状态也好，按计划出发，我去喊他们。而就在此时，天空突然一股热浪袭来，所有人神色一惊，一齐抬头望向天空。S 级禁术，陨石火雨。好，赶快！时间战场启动。这不是地底世界能修习的法术，这是希望之州的元素法官所能掌握的禁术。我们到底扮演了什么身份？与两方都是敌人。你们有什么招数都别他妈藏着了，现在什么情况分不清。
操！怎么个都？来不及了，护士，快！时间回溯。好，赶快！我们已经失败一次了，11点钟方向，无人生还。操，那就换3点钟方向，快！他们一行人朝着3点钟方向飞奔而去，呼啸而至的陨石便依次炸开在他们周围，甚至都不需要砸中他们，飞溅的岩浆流火已经让他们寸步难行。不行，这条路走不通。法师，时间回溯。好，赶快！陈冲不对，这次是5点钟方向，我们已经失败了2次。这边也不行，烟雾太浓了。刺客说话，快指引方向。靠，宋亚文死了。法师，回溯。时间回溯。好，赶快！陈冲，这次是7点钟方向，反向，我们已经失败了3次。下弯，小心！时间回溯。好，赶快！陈冲，等一下，这次换9点钟方向，我们已经失败了3次，不对，是4次。牧师，快奶我！牧师，我靠，又死了！时间回溯。好，赶快！陈冲，我们又重来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往哪个方向走？我记得很多片段，记得每个人死亡的瞬间，却唯独忘记了次数，忘记了我们应该往哪里去。笨坐起来，辨认路径，跟你脑中的记忆相互印证，或许我们可以找到出路。好，我来回忆，应该是第5次。这是第6次，11点钟方向，快！陈冲转向。你一个待遇的信徒，如何在时间迷局保持清醒？这是命运的指示。靠，苏城，听你的。苏城，你确定是这个方向？不确定。陶3岁刚开口想要问什么，一颗火焰飞溅的巨大陨石便砸了下来。时间回溯。好，赶快！陈冲，出不去的，有个方向都试过了，没有活路。我们失败了6次，但命运给我的指引确实是1点钟方向。也就是说，1点钟方向是对的。但我总感觉命运就是个子。信命运不如信我是秦始皇。反向，7点钟方向。苏城，没用的。7点钟方向，我们之前已经试过了。有一颗超大陨石会落在右前方，我们所有人都会化为焦炭。5、4、3、2、1。在时间的最后一刻，曹3岁记忆中的大陨石并没有到来，天空降下一道圣光，将他们笼罩，而在他们身后却宛如……怎么可能？为什么？这完全不合理。苏城，你别跟我说这都是你干的。此时的苏城也懵了，就因为他骂了命运是子，这已经是他第2次了。难道我真的有什么隐藏天赋？而且开启的口号是命运是个子？这是我的试炼，你们坏了规矩。哦，那你又是什么时候和秩序交换了权柄？你来干什么？我听到了亵渎的狂言，感受到被戏弄的命运，我将行使我的权柄，放逐无知的罪人。这是我的试炼，你们坏了规矩。有趣，太有趣了！一个笃信自己的白痴，和一个在战争之外就不会聊天的傻子，哈哈哈，太有趣了。好笑吗？不好笑吗？你为什么来？你又为何而来？他信仰我，又亵渎我，我自然可以取消他的资格。难道你想要违背公约庇佑他？可他已经被我抢到手了，自然算是我的信徒。难道你想违背公约放逐他？这是我的试炼，你们坏了规矩。这是我的试炼，你们坏了规矩。虚无，湮灭。这是我的试炼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来救我可爱的追随者了。你坏了规矩。然后呢？身为战争的主宰，却连跟我打一架都不敢。公约不能违背。哼，无趣。
太无趣了。